林初一可不管鬼婴们害不害怕，手中的桃木枝包裹着灵力，接着抽，左一下右一下，左一下右一下，抽的鬼娃娃惨叫连连，身上直冒黑气，魂魄越来越淡，眼看着就要魂飞魄散了。能把它给我吗？再打就要魂飞魄散了。林初一猛地一转头，眼睛黑亮黑亮的。丁妍咽了咽口水，你要不愿意就算了，我不要了。林初一盯着他看了半晌，面无表情地停了手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当心适得其反。丁妍抿唇没有吱声，但他麻利地将鬼婴收进了黑刺的动作，再告诉林初一他想拼一把。事情解决，村子里还剩下一些被抽去了魂魄的村民，这些人早已经死了，这村子阴气太重，不处理恐怕假以时日还能再养一批僵尸出来。处理的结果就是周易和丁妍将尸体聚到一起，林初一一把火连同村子一起给烧了。一切解决已经是黄昏时分，丁妍和周易对林初一的实力又有了新的认识。周易身上的阴毒没有全部拔出，他想再等等，等毒全清了再上路去往京城。他询问丁妍接下来准备去哪儿，要不要跟他们先回去。没想到的是丁妍居然答应了，没有来时的紧迫感，回去的路上速度就慢了许多。天黑之前走哪儿算哪儿。拐回原来的路，又是2个多时辰的骑行，三人终于是在晌午时分进了县城。一共是110两，记得还啊，熟人就不给你算利息了。三人在衙门门口分开后，周易带着丁妍去找客栈，林初一徒步往家里走，没有牛车，但他脚程快，路上没什么人，跑起来嗖嗖的。然而当他一脚踏进院门，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却是林永茂鬼哭狼嚎的求饶声。我打死你个外心肠的，我打死你这个逆子，打死了也一了百了，反正要你也没有啥用，就当我白生白养了。娘，别打，我真没撒谎，我说的是真的呀，娘，咱家里真有鬼，我错了，娘，林永茂脸色苍白，自从那日从坟圈子里边抬出来，人一直躲在屋里。血煞阁的事情后，林初一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他。讲良心话呀，挺凄惨的，胡子拉碴，形容枯槁，眼圈青黑，身子单薄，都快赶上大里村那些村民了。马老太的身子骨啊是越发的硬朗了，打林永茂就跟打不下蛋的老母鸡似的。初一回来啦！陈氏带着2小的在边上嗑瓜子看热闹，打眼一瞅林初一回来了，顿时一阵惊喜。姐，你回来了！二姐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哎呦，初一呀，你总算回来了，可想死奶喽！奶娘，我回来了，没受伤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想吃什么，娘给你做。用不着你，咱初一喜欢吃糖醋排骨，奶给做呀。奶再做道红烧鱼、烧只鸡。看着围在身边的家人，林初一心里那点郁气总算是散了。奶，你怎么发这么大火？大伯又惹你生气了？马老太这才又想起了这件事来，随即脸上一沉，不善地瞥了林永茂一眼，吓得林永茂一哆嗦。他娘的气势是越来越强了。马老太也不吱声，就这么阴沉沉地看着他。说起来好像也没怎么惹，让他自己说。林永茂又是哆嗦，看看马老太，又看看林初一，一脸遭了难的模样。初一啊，这次真没犯错，咱家有鬼，真有鬼，就是他，我看到了，他能走还会说话。初一啊，我真没说谎啊。林永茂越说越激动，说到最后都快哭了。家里怎么没有一个相信他的？他说的是真的呀。林初一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向蹲着的石头人，虽然还是毫无生气，但林初一却从那双黑洞洞的眼眶里看到了一抹诡异的心虚。他嘴角机不可见地抽了抽，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其实这次说起来啊，马老太还真是错怪林永茂了。怎么回事呢？石头人身上的灵泉玉碎片被林初一拿下来后，身上的灵气就日益的消散了，颇有种回归本源的征兆。灵泉池的水能维持他身上的灵气，所以他就一直喜欢泡在灵泉池里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。林初一炼制出来的地灵丹，他竟然也可以吸收，而且和灵泉水不同，吸收地灵丹储存的灵气不会消散，
于是林初一就打起了他的主意。家里需要有厉害的镇着，石头人虽然没了以前的力量，但可以随意变换大小，万一哪天真出了事儿，就算阵法破了，他突然跳出来，一长5-6米高，吓不死人也能压死一片。且他的一身石头属性，刀砍不破，剑刺不穿的，有他挡在前面，总能撑到他赶回来。想法是好的，但怕家里人接受不了，家里住了只石头怪，林初一就只能说是块风景石，镇宅用的。反正石头人有耐心，往那儿一蹲就是上百年，没有特殊原因，绝对不带动一下的。可就在前2天晚上，也就是林初一离开的那一天，听说他走了，林永茂终于敢踏出房间出来透透气儿。这么巧，就让他给碰到了，3魂7魄吓都给吓跑了。石头人则表示这事儿真不赖他一直听林初一的，安分守己的当块镇宅石。那天林初一一走，家里人的情绪都不太对劲儿，尤其是2个小的，心里想着不带他们去，还不是嫌弃他们弱吗？于是2个小家伙在院子里就练上了。刚开始是2人对打，后来练着练着就瞄成石头人了，也没咋地，毕竟石头人不是普通的石块。林家宝想学着林初一将石头人给搬起来，岂料一使劲儿，只憋出个屁来。可越是搬不动，2个小家伙越是冲着石头人使劲儿。林少泽灵气包裹着脚尖，一脚下去，石头人只晃了几晃，连块渣儿都没掉。然而也就是晃了这几下，一颗圆滚滚的丹药不知道从哪儿掉到了地上，顺着就滚到了房门口。石头人那叫一个急呀，他能听懂人话，知道林初一一走就是得3天，想要起来去捡，又记得林初一说敢乱跑吓到人就把他变成一堆废尸，审了又忍，终于挨到了晚上，人都回屋睡觉了。寒风中，石头人又等了半天，这才伸出手脚站起来，一点一点往门口挪。丹药卡在泥缝里了，石头人蹲地上抠半天，不敢发出动静，又怕给捏碎了，控制着力度抠了好半天，好不容易抠出来了，慢悠悠地站起身，一转头，只见月光下林永茂脸色苍白，满脸惊恐地瞪着他。林永茂是半夜起来上茅房，发现院里那块醒目的大石头不见了，正疑惑呢，就见房门口里站起来一个人，有手有脚，四肢粗壮，脑袋偏大，还异常的眼熟。仔细一瞧啊，可不就是家里那块镇宅石吗？石头人黑洞洞的眼眶与林永茂对视良久，将家里所有的人的名字都给过了一遍，然后冰冷僵硬的唤了一声：狗娘养的林永茂。听到这个声音，林永茂一双眼睛瞪了又瞪，终于白眼一翻昏了过去。石头人小心翼翼地将地灵丹塞进了眼眶里，在原地迟钝地呆站了半天，放轻脚步，竟然又找了个角度蹲回去了。林永茂醒来后烧了1天1夜，嘴里迷迷糊糊地喊着家里有鬼。不过他之前有过一次被林初一送进坟地的经历，据说还看到了林家死去的诸位列祖列宗，家里人还以为他这会儿是后遗症来了。听到他说家里有鬼呀，也没往心里去。没想到林永茂清醒过来后，直接就跌跌撞撞的去了马老太屋里，往地上一跪，一巴掌接着一巴掌的往自己脸上扇啊！我错了，娘，我不是个东西，我知道错了，你打我吧，娘！给马老太吓得，还以为林永茂突然鬼上身了呢，干瞪着眼，一时间也不知道咋办。林永茂却是直接磕起了头来，磕得嘣嘣作响。娘，儿子知道错了，您让初一放过我吧，娘。咱家真有鬼啊，就是他往家里看着我的。马老太一听这话不高兴了，什么叫让初一放过你啊？这话要是传出去，别人得怎么议论他小孙女儿？本来林初一走了，老太太心里就单单乎乎的，正好林永茂就撞上来了，于是马老太追着林永茂就是一顿狠砸呀。打着打着，老太太突然觉得，哎，这儿子没事打着消消气儿也还挺有用的，于是就有了林初一一进门看到的那一幕。林初一摸了摸鼻子，这就很尴尬了呀，无关鬼不鬼的，马老太就是有气儿没处撒，拿林永茂当出气筒呢。毕竟林永平那么老实的一人，无缘无故的拉出来打一顿，有点说不过去啊。不过没做过的事儿，林初一是绝对不会承认的。大伯，其实我要盯着你有很多方法的，没必要在家里放鬼啊。我亲眼看到他起来了，有手有脚，像个人一样，还能说话。
就是鬼，我不会看错的。他能说话，我没听错。他说话了，他真说话了。哦，那是妖，不是鬼。此话一出，林有茂的声音戛然而止，换马老太等人齐齐瞪着眼。他叫石憨，我收服的第一个妖怪。我把他带回来，是想我不在的时候，他能负责你们的安全。于是，在众人惊悚的目光中，石头人伸展开了手脚，竟然真的就咔吧咔吧的站起来了。被一群人盯着，晃了晃脑袋，用不带一丝感情的声音道：“不叫石憨。”哎呦，我娘耶！你瞎叫唤个啥呀？只见刘氏白眼一翻，直接就晕了过去。林翠儿将他娘送回屋里，床上躺下。林大郎顶着石头人的视线，贴着墙一点一点的往院子里挪，然后一把提溜起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昏过去的林永旺，也给送进了屋里。望着躺得整整齐齐的爹娘，一双孝顺的儿女只来得及拽过被子给盖上，就迫不及待地出去瞧稀奇了。即便如此，也只敢离得远远的，瞪着眼睛看。他们都害怕，就更别说马老太。方兰是硬逼着自己冷静下来的。她是林初一的娘，女儿要走的路不同寻常，这只是小场面，小场面。奶，你们别害怕，他虽然是妖怪，但其实也就是个石头，除了能走能动能说话，也没什么稀奇的。马老太说不出话来，只能瞪眼瞅他。一块石头能走能蹦，还能开口说人话，这还不够稀奇的，还让他放宽心，那得多大的心呢？林初一救助似的看向了自家娘，方兰表示：“闺女，让娘缓缓，娘也想晕呐。”还是林家宝先回的魂儿，都顾不上去关心一下吓毛愣了的陈氏，脸上的表情从错愕到惊悚，从惊悚到激动，小眼神那叫一个亮啊！哎呀妈呀，咱家有妖怪了！他们家是越来越不一样了。在林家宝的心里啊，这才是修炼的人该经历的事儿，这才是修仙人该过的日子呀。养猫养狗啊都弱爆了，他把石憨牵出去溜一圈，大白都得往后靠了。林少泽也没多怕，人家的信念一直很直观啊。他姐姐是神仙的徒弟，收个妖怪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林初一好不容易把马老太安抚好，那边陈氏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，没法子不害怕呀。平平淡淡的活了30多年，家里的侄女突然就被神仙收了当弟子，好不容易接受了，也适应了。他的娘哟，家里突然又出现了个妖怪，还不声不响的跟他们生活了一段时间。这陈氏没昏过去，都属于心大的了。石憨其实就是块得了造化的石头，他平时就待在院子里，你们放心，他只吸收天地灵气，别的吃不了的。你们放心，他不吃人。话是这么说，马老太一想到被石头盯了这么长时间，头皮就直发麻。林家宝和林少泽两人对视一眼，蹭啊蹭的就蹭到了石头人的旁边，小心翼翼的上手摸，一片冰凉，没有一点温度。石头人低头啊瞅着两个熊孩子，他的地灵丹就是他们给晃悠掉的。将军，雪太大了，不能再往前走了。你重伤刚愈，不宜如此天气赶路。林永峰一身铠甲，重伤才愈，他脸色苍白，却是眼神坚毅，直望前方，仿佛那处正有一抹他日思夜想的身影。5年了，他不是也一直在等他，同他念着他那般。将军，前方有村子，先歇一歇吧。将士们都赶了几天路了，您的身体也受不了的。传令下去，前方扎营，休息一夜再走。是。天知道他接到从京城而来的圣旨时有多激动。封官进爵，他终于能领着妻儿老小进京，跪到方老将军和方老夫人面前，正大光明地喊声岳父岳母了。再走10日，他就能见到那个朝思暮想的人，告诉他我回来了，你没有看错人。林初一没事干，就带着2个小的上了山，打算去山里转一圈，看能不能碰到2只野鸡啥的。远远的就见山洞外的空地上，狼群和黄鼠狼排成了几排，大白蹲坐在最前面，颇有点授课的意思。3人好奇，怎么今天这么安静啊？谁知3人一靠近，就见一片寂静中，狼群和黄皮子们齐齐地扭过头，用力弯着眼睛，呲着牙，咧着嘴，冲他们诡异一笑。太过突然，林少泽和林家宝脸色一变，娘也一声就躲到了林初一身后去了。林初也是微微后退半步，一脸的一言难尽啊。
半晌，他冲狼群前方笑得最为诡异的大白招了招手，待凑近了，照屁股就是一脚。你带着他们做什么呢？姐，大白说啥了？他们干嘛呢？咋都笑成这样了，也太瘆人了。林初一嘴角抽了又抽，看着那些中二气息十足的狼群和黄皮子们，一阵无语。据说这是大白研究出来的新战术。大白发现跟野兽打架那得狠，气势要足，越龇牙咧嘴越凶越好。但如果面对的是人类，那就得笑，最好啊能笑出声，笑得嘎嘎的那种，先吓得对方手脚发软，这个时候再出其不意地扑上去，一口咬住对方的致命处，战斗基本就结束了。不过大白嫌弃地表示，这些蠢货学了一天，只能露出个僵硬的笑容，还笑不出人声呢。瘦了还能笑出人声，咋笑啊？大白白了他一眼，仰头长笑，突然声音一转，扭头看向三人，一眯眼一咧嘴，喉咙里发出怪异的声音。大白一嚎，狼群也跟着嚎，纷纷模仿。黄皮子的声音比较细，吱吱了几声，突然就变了调。三人都看傻了，林家宝伸手拽了拽林初一的袖子，都快哭了。姐，我想回家。走。三人一走，交错纷乱的怪叫声倏地一停，狼群和黄皮子们疑惑歪头。咋的，不像吗？大白回头冲着狼群叫两声，赶紧追上去。好久没在家待了，今天晚上跟大黄睡，晚上也教教他娘，这可都是他费心巴拉琢磨出来的。还有家里那块石头，明早也带出来训练训练。其实这样说起来啊，大白那是越来越聪明了。这方法虽然损了点，但胜在有用啊。就连林初一都受不了了，你就寻思吧，普通人看到那不得吓死啊。可怜林永新和林永平刚回家，家里那块石头打他们眼前就走过去了，恍恍惚惚地听家里人给解释了一番前阵子发生的事儿啊，还没从家里的石头能说人话的阴影走出来，晚上又听了一宿大白的鬼笑声，吓得一晚上都没敢合眼，就更别说林永茂了。经过坟地那事儿，他现在一颗小心脏啊可脆弱了，总觉得他爹时不时就会回家一趟看看他。第二天一早，除了林初一娘仨，所有人呢出门时都顶着一双黑眼圈。马老太手里拿着扁担，满屋子的追大白。不过大白速度快，在院子里转了几圈，临出门一狼一狗一回头，冲家里人一咧嘴，露出个欠欠的笑。给老太太烦的是又好气啊又好笑，这可咋整啊？家里养了只妖怪，连狗都不正常了。林永新和林永平兄弟俩蹲在厨房边上，神魂出游。他们离开有就短短几天的时间，怎么家里就发生了这么多事儿啊？瞅着拿着把破笤帚在院子里扫树叶的石头人，林永新越看越觉得这日子过得天方夜谭，也不知道明年下场，以他如今的心态还能不能好好的答这些题了，心里咋这么没底呢？回到家后，林初一看到门口拴着2匹马，周易正围着马老太一个劲儿的献殷勤，丁岩一张死人脸站在一边，几天没见，看着更不像是好人了。这么多天没消息，林初一还以为俩人已经离开镇子了。周易给马老太哄得捂嘴直乐，拉着周易的胳膊好一顿热络。为啥呢？人周易给马老太送礼物了，说是提前准备的拜年礼，1只祖母绿的镯子，包金边的，20多两银子，镇上玉器阁买的。你这孩子来就来，还带啥礼物啊？这不是见怪吗？这么说着，直接把镯子往手腕上一套。大冬天的也不嫌凉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你身上的阴毒不是已经解了吗？怎么还没回京呢？初一回来了呀，你快带着小义子进屋，奶去做饭呢。马老太摸着手腕上的镯子，那叫一个高兴啊！方兰意味深长地看了周一眼，不自觉抿了抿嘴。哎，咱接了个大活，事成之后1人500两银子，干不干？你入血煞阁当杀手了？怎么可能啊？我是干什么的？当然是我的老本行啊！拿命看风水。林初一眨了眨眼，这他也不会啊，叫上他干什么？捉鬼，隔壁县里有位姓姜的老爷被邪物缠上了，暗地里找高人帮忙，事成之后2000两银子。2000两银子？
林初一眼神凉凉地看向周易，周易摸了摸鼻子，有些心虚。我不是还欠你310两，事成之后你拿1000两，怎么样？干不干？林初一依旧悠悠地看着他。1200行了吧？你好歹给我留点啊！我一路上京城，总得有盘缠吧？你不是钱财乃身外之物吗？今时不同往日啊，由俭入奢容易，从奢入俭难。你就说干不干吧？林初一摸了摸下巴，思忖着他娘和马老太让他出门的可能性。这当口，大白突然从一旁窜了出来，嗷嗷一嗓子，激动的差点都口吐人言了。干！哎呀妈，终于能大显身手了！给周易吓了一跳，还以为大白要咬他呢。林初一默然摸了摸大白的脑袋，以示安抚。可以，我跟你们走一趟。闲着也是闲着，带大白出去见见世面，还能挣笔银子回来，挺好。见他答应下来，丁岩冲他微一颔首，这里不方便，多的话还是从路上再说。饭桌上，方兰一眼又一眼地看林初一，欲言又止。周易捧着碗，围着石头人转，一边往嘴里扒拉着饭菜，一边仔细打量，是不是他的错觉？这块石头身上的灵气似乎比上次看到时又浓郁了些。丁岩吃饭的速度很快，也没有第一次来人家家里做客的自觉，吃完了就自己去厨房里的锅里盛，一连3碗白米饭下去，看到马老太那叫一个欣慰啊！他老婆子做的饭得多好吃啊！看给这孩子忙活的。娘，你别看了，我的确要离家一趟，快则1-2天，慢则3-4天回来。啥？又得出门？这又干啥去呀？又得2-3天？反应过来，老太太看向周易的目光就有些不善了。他当这孩子是特地来看他老婆的呢，又是送礼又是夸的，原来是搁这儿等着他呢，竟然又要拐他的小孙女。这次呢是给人家里驱邪，给钱的，一趟1200两银子呢。林初一此话一出，马老太不吱声了，一桌子人都不吃饭了。娘哎，1200两银子那得多少钱啊？危险吗？比上次如何？一张嘴就是1200两，肯定不是啥简单事儿。那富贵人家干得多是缺德事，估计是遭报应了。初一呀，咱可不能为了银子犯糊涂呀。放心吧奶，我先去看看，能接我就接，这要什么缺德事我掉头就回来，不会有什么危险的。这都要过年了，娘，去不了多久的，我把大白带去。要不你把小憨子也带上？我带他去干什么？不够吓人的。众人默然无语，原来你知道吓人啊，还以为你不知道呢。无视林少泽和林家宝眼巴巴的目光，林初一这次没让方兰给带东西，他去吴县令家借马，不出半日就能到。正所谓一回生二回熟，当吴县令看到一脸笑眯眯的望着自己，说又要借马的3人，脸上差点没绷住。这个去府城的话，一路天寒地冻，不如我让下人准备马车暖炉，2位坐着马车去。吴县令做着最后的挣扎，这俩孩子见天的惦记他的马。林初一表示，又不是娇气的富家小姐，坐什么马车呀？他要骑马，1000里马。吴县令扯出个大大的笑容，心里泪流满面的让师爷牵马去了。快走快走，赶紧走啊，省得他看着闹心。其实不光是吴县令心里难受，那2匹马内心也是拒绝的。这仨人他们不干好事儿啊！别以为他们不知道啊，上次去的那个地方邪得很，给他们吓的，要不是被拴在树上，早就自个儿顺着道跑回来了。那土匪山上大概有多少个土匪啊？好像有不少人。你不会是要打那些土匪的主意吧？林初一淡淡的点头。你是想要那座玉佛？那本来就是我的东西啊！大战土匪窝，去不去？去，当然去啊！这么有意思的事儿，说什么也得掺和一脚啊！玉佛留给你，我就去那间屋里随便挑2样，算我一个。确定了接下来要做的事儿，3人驾马回了县衙。土匪山的事儿，吴县令那里应该有备案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。吴县令没想到3人这次回来的这么快，很是意外了一下。不过在听到周易问起玉林山的土匪窝时，给周县令激动坏了，还以为周易是借了2次马，心中过意不去，要帮他回京城带话了。那些山匪啊，已经在玉林山盘踞10几年了，朝廷一直没有派兵下来剿匪，如今风调雨顺，百姓们收成尚算可以。即便如此，
下官上任3、4年以来，也遇到了好几起土匪进村抢粮杀人的案子。我翻过上几任县令留下的旧案，这几年已经有大大小小10几处较为偏僻的村子被屠村，路太远又不好走，衙门赶到的时候就只来得及收个尸，连那些土匪的样子都不曾看到。玉林山是座荒山，地形也比较奇特，下官刚上任那会儿也派人去调查过。之前抓到那几个人，其中一个是那些土匪的3当家，不过那人的嘴巴很严，用了2次重刑也不肯透露一点口风。下官怕他死在牢里，就派人一路送去了府城，到现在上面也不见有什么动静。周小公子回京后，若是能将此事提起一二，下官在此替所有周边的百姓们感谢您。那些土匪大概有多少人啊？3年前的记录大概有4、500人，皆配有兵器。如今3年过去，估计人数又多了不少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怎么样，咱们3个干得过不？能，必须能啊！玉林山离这里多远啊？往西北处大概100多里。吴县令有些怀疑地看着俩人，这画风怎么有点不对劲儿啊？谈话到最后，周毅也没说回京城后会不会带信儿。临走时，吴县令到底没忍住，问了一句：“周小公子，您看，您是不是给带句话呀？”放心，包在我们身上了。吴县令松了口气的同时，总觉得那种奇怪的感觉越来越甚，右眼皮跳了跳，最近是不是要出点事儿啊？林初一3人走在大街上。你让你家大白干什么去了？我让他回去码人了。啥？码人？你说的是你家后山的那些狼吗？作战地点在山里，是时候把家里那群狼给拉出来溜溜了。以大白的速度回家一趟，来回要不了多少时间。狼群如今的速度也绝对会比马要快，但是狼群都凑一起，走在路上太过惹眼。别的不说，80多只狼齐齐下山，村里的村民都得疯几个，未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还是等到晚上再行动的好。时间还早，3人呢找了一家客栈，准备先休息一下。去玉林山必须得要经过县里，晚上的行动啊，还得想办法让守门的官兵放行。这种事儿最好是去找一下吴县令。林初一不想跑腿儿，事情就落在了周毅身上。丁岩回屋继续研究他的那柄黑刺去了。这件事过后，他准备找个地方闭关，与里面的东西沟通一下。周毅郁闷地再次前往县衙，路上寻思着去岳林山100多里路，是不是要再借一下吴大人那2匹汗血宝马呀？毕竟那些是狼，应该是不愿意驮着他和丁岩的吧。巧的是，周毅在县衙门口遇到了带着人正准备出去巡街的王捕头。好久不见，王捕头，你还认识我不？周小公子。王捕头那可太认识他了，无论是周毅和林初一的身份，还是3人那日大打出手的一幕，简直印象深刻呀。听到周毅是有事要让他帮忙，王捕头还觉得是挺荣幸的。周小公子放心，不是什么大事儿，晚上属下亲自带人去守着门。天一黑，王捕头带着几个手下早就在城门处等着了。周小公子，林小姐。周毅和林初一的身份都不大一般，这都已经过了1更天了，街上连个鬼影子都没有，不知道能让这2位不休息亲自来迎的到底会是何方神圣。然而城门一开，看到城门外的景象，王捕头和几个手下们瞬间就风中凌乱了。不仅他们凌乱了，就连周毅和丁岩都傻了。我去吧。林初一也是满脸黑线，只见城门外大白带头威风凛凛的站在了最前面，呲着牙咧着嘴，小眼神那叫一个得意啊。身后是眼神肃穆的狼群，整整齐齐的排成几排，跟只要被检阅的军队似的。狼群周围挤着一群黄鼠狼，个个都足有猫儿般大，目测呢能有个100来只，身子直立，见到门开了，竟还挤眉弄眼的冲门内的人作揖。哎，你看我们像人还是像动物啊？一片静默中，王捕头突然一声惊叫：“哎，别喊，别喊，都是自己家养的，没事儿，没事儿啊！可别把人都喊出来啊！这场面再吓死几个，那不造孽吗？”王捕头好险一口气没喘上来，要不是周毅扶着，都得一屁股坐到地上。都认识？
这些狼是你们自己家养的？还有那些大黄狼子，还瞅着他乐呢，真他娘的见鬼了！不怪王捕头如此，他都算胆子大的了。身后几个手下早就贴墙站着去了。我的娘啊！这是狼群和大黄狼子搬家，刚好凑一起去了吗？可是，说实在的，要是狼群野性爆发，冲上来攻击人，王捕头几人也不会吓成这样。关键这些野兽啊，它不攻击人，就光冲着你笑呀，这也太瘆人了。等到狼群和黄皮子们呼啦啦全进了县城啊，王捕头等人都没有回过神来，看着狼群和黄皮子们从面前过去，和和气气的，还有转过脑袋冲他们客气一笑的，王捕头都快哭了。周小公子，你们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？别害怕，这就是自家养在后山的家畜，从小跟人一起生活，有灵性不奇怪。这不嘛，白天得了你们县令的话，我们这是去替天行道，趁夜荡平了玉林山上的土匪窝。王捕头觉得自己白活这么多年了，今晚的事情带给他的冲击太大，脑子里嗡嗡的。哎呀，真没什么可害怕的。不行你就一会儿给我们开了门，回去洗洗就睡吧，就当这是一场梦，睡一觉醒来就忘了。是吗？王捕头脑子晕晕的，却还能想到让几个手下去前面开路，见到有人就赶紧让离开，免得呀被吓到。虽然没有百姓被吓到，却是又吓到了西城门的10几个守城兵，但有王捕头跟着，那些人很快就镇定下来，放行了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身后传来哒哒的马蹄声，是大白带着吴县令家的2匹汗血宝马追上来了。如今林初一与大白沟通只需要一个眼神，所以刚刚走在半路，他就让大白回去县衙后院偷马，呸，借马去了。头儿，你看，那不是县令家的汗血宝马吗？王捕头愣愣地转头，眼睁睁地看着周毅和丁岩翻身上马，林初一也坐到了大白的背上。3人冲着王捕头一点头，就带着大部队浩浩荡荡地离开了。等人没了影子，那小官兵又猛猛地问了一句：头儿，你说这算是盗窃吗？王捕头站在城门处愣了又愣，一阵寒风吹过，突然反应了过来。他们说要去干什么？去剿匪啊！剿匪？娘啊，天老爷呀！那2个小祖宗要去剿匪，要去玉林山上剿匪啊！念头一过，王捕头顿时惊出了一身的白毛汗。那可是玉林山呢，山上土匪凶悍，个个杀人不见血，10几年来官府都奈何不得。这要是出了事儿，你快回衙门去见县令大人，就说周小公子和方老将军家的外孙女带着一群狼上山剿匪去了，让大人赶紧派人过来。是，属下这就去。100多里路，路上呢没有过多的耽误。大部队到达玉林山山脚下时，用时1个时辰都没到。等着狼群稍作休息后，便直接进了山。分头行动，在山上汇合。3更刚过，正在熟睡的土匪们做梦都没想到，一夜之间山里忽然多了一群外狼和100-10来只原本不属于这座山里的黄大仙儿。土匪虽然人多，但耐不住咱们这边本事大呀。战斗只用了1盏茶的功夫，咱们这边没费1兵1卒，大获全胜了。林初一冲着周毅和丁岩招手，趁现在去里面看看吧。东西我拿到了，库房在里面呢，上了锁的那间就是。让小爷瞧瞧有什么好东西没有。地上躺了一地的人，人都在这儿了。大白嘚瑟了跑了过来，小眼睛亮晶晶的，一副你快来看我的模样。林初一一笑，突然歪了歪脑袋，有人来了，都散了。大白冲着狼群叫了2声，引到了黑暗中。站住！幕间一身银白色的软甲带着10几名士兵匆匆而来，神情冷漠地扫了眼躺在一地的土匪，凌厉的目光落到林初一身上。不用他吩咐，10几个士兵纷纷地冲进了食屋中，仔细检查了一遍。这里没人，这里也没有。回幕副将军，人应该都在这儿了。去告诉将军，人已经被我们解决了。是。林初一却是眼睛一眯，哟呵，竟然还有不要脸的来抢功劳的。林初一的宗旨是，我可以不抢你的，但你惦记我的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是什么人？山洞里面还有谁？你不要怕，我们都是官兵。这位是我们幕副将军。孩子，你是不是被土匪掠来的？你的家人呢？林初一还是不说话。我问你，里面的是什么人？你们是哪里的官兵？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们？我再问一遍，里面是什么人？
林初一悠悠地看着他摸剑的手，又抬头看看他那双染了杀意的眼睛，抿了抿唇，静默了2秒，目光一冷，里面有你大爷呢！随即身子一闪，一脚狠狠踏在他的胸口处，砰的一声巨响，木剑直直落地，溅起了一地的灰尘。事发太过突然，快得离谱。那10几个士兵反应过来，木剑已经弓着身子在地上呻吟了。你们都看到了，是他想杀我，我才动手的。10几名士兵齐齐后退了一步，各自拔出了刀，惊愕地看着林初一。见鬼了吧，这是他们连夜赶路太累了吗？他是土匪的后代，留在世上只会害人，给我杀了他！林初一冷笑了一声，这就是所谓的官兵？确定不是哪个山头的悍匪吗？蒋公不说啊，什么话都不问就直接想杀人灭口。周易和丁岩黑着一张脸出来了，显然是听到了木间的话。这都是些什么人啊？不知道，说是来抢功劳的，还想杀我们灭口来着。周易与林初一对视了一眼，要不先下手为强？不过就在这时，山路上又有了动静，听脚步声来了不少人。周易叹了口气，看样子是来不及了。不过3人倒也不怎么害怕，都不是什么擅长。真打起来啊，林初一可不会惯着这些人。修者不对普通人动手，那也得分什么人。就像刚刚那女的，要不是有人在，这会儿都该凉透了。第一批士兵露脸，周易意外了一下，是正规军啊！这半夜3更荒山野岭的，居然来了军队？难道是朝廷派来剿匪的？就这么巧，早不来晚不来，他们盯上土匪窝后，人就来了。林初一也是这么想的，但当他看到打头出现的那个身穿铠甲、一脸严峻的男人时，稍稍的愣了一下。这人挺眼熟啊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士兵瞬间包围在了这里。林永峰扫了眼地上的土匪，又看了看昏死过去的木间。怎么回事啊？王捕头不知道从哪儿挤了出来，看着完好无损的3人大喜过望。祖宗嘞，可算是找着你们了！你怎么来了？还把军队招来了。说起这个，王捕头差点都哭了。他跟在3人后面一路策马狂奔，心里祈祷着自家县令的动作能快点，可千万别来不及呀。哪知快到玉林山时遇到了一支军队，看到那1000多的正规军，王捕头心里一喜，还以为是朝廷派来剿匪的。先是交代了一声自己是玉清县衙门里的捕头，再得知队伍是西北战场回来的林家军，王捕头激动的直接就跪到了地上。将军，请将军救命啊！将军，前方的玉林山上有一帮盘踞了10多年的土匪，个个杀人如麻。2个时辰前，有3个人带着一群狼上了山，说是去剿匪。将军啊，人命关天，还请您速速派人。再走100多里就能到家了。林永峰虽然心焦，却还是下令林家军调转了方向，以最快的速度往玉林山上去。不管人现在如何了，他是一位将军，如果不知道就算了，知道了那就得管这事儿。木间本想趁着这个机会在林永峰面前刷刷存在感，于是便自告奋勇请示了林永峰，带人先行一步去查看。谁知一路顺畅，却折在了林初一手上。林永峰也挺意外的，本以为王捕头说的3人会是3个成年男子，没想到其中还有一个孩子和一个半大少年。他扫了一圈，没有看到王捕头所说的狼群，也没多往心里去。到底发生了何事？那10几个士兵听到林永峰问话，齐齐的去看林初一，那表情啊，一言难尽，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口。将军，我说穆副将军是被那个女娃娃打成这样的，你能相信吗？来人，将穆副将带下山去，让顾太医给看看。是。周小公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看不到吗？那些土匪全被我们干趴下了。王捕头表情有些微妙，想想那些诡异的狼和大黄狼子，他竟然没觉得他们灭了一个土匪窝有什么不对劲儿。不过那个穆副将军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自己人还打起来了？穆副将军啊，你不说我还以为是女土匪呢。我们3个拼了命才将这些土匪给干趴下，他倒好，直接来捡现成的，还想对孩子下杀手，臭不要脸的。沉默中，林永峰目光冷冽地扫向了那10几个先前与木间一起来的士兵。那些士兵有些心虚，事实如何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一直不吱声，就是因为不知道该如何说。穆副将军应该是想差了，将他们当成了土匪的同伙。这就是变相承认了呗。哼，
也没给我们解释的机会啊！这种人竟然能当上副将，军营是没人了吗？幕府将军性格是冲动了些，他也是以防万一，将人当成了……说到这儿，那士兵自己都说不下去了。冲动是要付出代价的，我们打他一顿不过分吧？是本将军治理不严，几位出手防卫是应该的。这件事情本将军会上报。二位出手为民除害，乃是正义之举。届时朝廷褒奖下来，该几位的必然跑不掉。林初一年龄太小，林有风下意识地将他给摘掉了。不用那么麻烦，你也说了是为民除害，功劳不功劳的就算了，真要算，就算在玉清县吴大人头上吗？我们还有事儿，这就先下山了，剩下的就麻烦这位将军了。林初一回神，又看林永峰一眼，总觉得这人有些眼熟啊。啊，你走不走？王捕头决定留下来，等着吴县令过来。半路，林初一让周毅和丁岩先走一步。按照王捕头的说法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他们会在路上遇到吴县令的人。天已经微亮，黄皮子和狼群太过扎眼，就这么进县城啊，估计会引起轰动。在外面等着，晚上又有些不现实，还是收进空间吧。出了县城再放出来，让他们自己想点子回林家村。果然，周毅与丁岩没走多久就遇到了吴县令。看到俩人平安无事，吴县令一颗心啊，总算是放回了肚子里。一晚上过去，吴县令急得嘴都起了泡。祖宗啊，他当个官容易吗？他怎么竟让他碰到这种事儿啊？不过在听到周毅说土匪全被灭了之后，吴县令又惊愕了。全被灭了？就你们3个人？不怪他错愕，他没亲眼看过3人的本事，也没有看到浩浩荡荡的狼群和黄皮子群。听到后面有军队介入，吴县令释然了，还以为是周毅提前得到了军队的消息，没告诉他是要给他一个惊喜。你自己派人上玉林山瞧瞧，我们还有事儿，就不奉陪了。另一边，林初一已经先一步进了县城，大白的速度可比那2匹马快多了。一人一狼，没在县里多做停留，所以吃了点东西就出了县城。哎呦，初一回来啦，可总算是回来喽。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放心吧，娘，没受伤。要不我再给你转一圈？没受伤就好，没受伤就好。林初一突然摸出了2张银票，给方兰和马老太一人分了1张。娘，拿去花。马老太看着手里面额1000两的银票，手又哆嗦了。这咋给了这么多呀？不是说1200两吗？主家大方，给的银子多。方兰头一次收到闺女给的银钱，还挺新鲜。娘给你攒着，以后留作嫁妆。林初一无语，嫁妆那得攒到天荒地老去。你四叔带着少泽他们去山上去了，你先去休息一会儿，想吃什么娘给做好了，分在锅上，睡醒了再吃。对，奶给你熬鸡汤，好好补补。晚上做红烧肘子、糖醋排骨，咱想吃啥吃啥。林初一其实本来啊是想和2人说说土匪山上的事儿。娘，你的夫君，奶，你的儿子，他貌似从战场上回来了，还当上了将军、大将军，手下掌管着千军万马，还有个幕府家呢。你们高兴不？但想来他娘应该不会太高兴，所以还是算了。既然人都已经到了玉林山，那早晚会回家，还是让他娘自己瞧瞧吧。林初一觉得是时候该给他娘配一把趁手的武器了。好在下山时他偷挪了一些长枪长剑进空间，决定等会儿回去就送他娘一把。临近傍晚时分，一支队伍浩浩荡荡地进了林家村。林家军人太多，怕突兀的出现会吓到家里人。林永峰吩咐人就地安营扎寨，他带了2个副手，一步朝着山脚下的4间老房子走去。印象中的家还是这个模样，让林永峰欣慰的同时又有些心酸。停在门口的大树下，林永峰心脏扑通扑通的跳，心里百感交集。哥，刚刚那人好像有点眼熟，挺奇怪的。来了不进屋，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是二叔，二叔回来了。奶、二婶、初一、少泽，二叔回来了。林大郎一声吼，将家里所有人都给喊了出来。老太太站在门口怔怔的出神，以为自己在做梦。看着那气势凛然的男子，她差点没敢认。娘，儿子回来了。马老太一声大喊，眼泪瞬间就跟着落了下来。儿啊，
我的儿啊！就上个山的功夫，咋就有个爹了呢？我刚刚打爹跟前走了，竟然还没认出来，会不会影响在爹心中的形象啊？你躲什么啊？见马老太哭之后，方兰眼圈也红了。我回来了，兰儿，我能带你回家了。方兰瞬间捂住了眼睛，眼泪从她的指缝间悄悄滑落。林初一搓了搓胳膊，问身边的林少泽：“你是不是感觉身上长毛啦？”姐，你咋知道？娘，儿子回来了。马老太哭着笑，笑着哭。别跪着，快起来，进屋，都进屋。林永新和林永平激动地上前扶人，皆是眼圈微红的。二哥，多么感人催情的场面，闻者感叹，见者落泪。可惜林永峰冷不丁的就看到了站在方兰身边那双儿女，好像哪里不对劲儿。那孩子挺眼熟啊。见他看过来，林初一冲他微微点头，打了个招呼：“姐，你也好。”他想起来了，玉林山上的土匪窝，爹，这是他闺女，亲闺女。林少泽有样学样，也打了个招呼：“爹，你好。”前半段进行的挺好，怎么后半段突然就怪怪的？这是初一和少泽，你走那会儿啊，才那小一点呢，几年没见，都认不出来了吧？马老太张罗着做饭，杀鸡宰鸭，欢声笑语，院子里好不热闹。林永峰想和自家媳妇儿单独待待，可两个副将在，一家子人也都盯着他瞧，没找着机会，于是直接就奔着两个孩子去了。林初一板着个小脸儿，警惕地后退一步：“你想抱抱我吗？”血亲重逢，亲亲抱抱举高高的场面在他的脑海里一晃而过。林初一表示：“你敢把手伸过来试试？”林永峰的笑容一下子就僵住了，干笑了两声：“不，他不想。”男女7岁不同喜，初一乖，你长大了，爹抱不了你了。林初一看他一眼，一脸算你识趣的模样。你没有这个想法最好了。毕竟从未见过，对于林初一来说，林永峰此刻就是一个有点关系的陌生人。指不定哪天他娘不要他了，转头他就能将人给打残。可怜的林永峰永远都不会知道，自己走了5年，闺女就不是自己的闺女了。不过林初一表示，娘还是我娘，爹嘛看表现。在闺女那里受了打击，林永峰心中凄凄然的转头，一把抱起了林少泽。我儿少泽，想爹了不？林少泽小脸上满是纠结，想不想的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你走的时候我才多大呀？要不是娘告诉我还有个爹，我都以为你没了呢。我要是说想你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在忽悠你？且林少泽觉得自家姐姐好像不太喜欢他爹，姐肯定是对的，他不喜欢爹，那这爹肯定有点问题。林永峰觉得父慈子孝的这种场面应该是不会出现在自己的身上了。说起父慈子孝，他终于是想起了自己的亲爹林大山。在得知父亲没了之后，林永峰的心又是一酸，到底是自己的父亲，人再不好，没了还是挺唏嘘的。安慰的是爹不在了，娘或许能过得舒心点。林初一见他那样，忍了忍没忍住：“你要是想见他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安排一下的。”林永峰一揖，心里那点伤春悲秋的瞬间荡然无存。一旁的林永新嘴角抽了抽，一把拉过林初一：“初一啊，有点事儿四叔想问你，我们去外面说。”熊孩子，你爹刚回来，别给吓没了，得慢慢来。林永峰觉得他闺女是不是对他有什么误会，他都没问。昨天大半夜他跑土匪山去做什么呢？两个副手不忍心看自家的将军四处碰壁，跟林永峰打了个招呼下山去了。要说家里唯一正常的，可能就是林永茂了。不过打屋里出来后，被路过的林初一斜了一眼，没敢往林永峰身边靠。倒是林永峰看到他，特地上前与之攀谈了起来，以为自家大哥还是那种混不吝、胳膊肘往外拐的性格，苦口婆心的劝了他好一顿。哪知没多大一会儿，林永茂就回屋去了。妈爷，那小丫头又斜眼瞅他了。一直到了上了饭桌，林永峰看看自家精神奕奕和家里的小辈儿们打成一片的老娘，看看气色比他走时还要好的妻子，又看看桌角处唯唯诺诺的大哥，突然就觉得自己挺多余的。这古怪的画风，他好像一时半会儿融入不了，怎么办？
然后他就对上了自家闺女似笑非笑的眼神，心里没由来的咯噔了一下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就会有这种心理。林初一一筷子抢走马老太要夹给林永峰的鸡腿，放进了林少泽碗里。马老太愣了一下，爹，木姨娘呢？众人停下了筷子，满脸问号的看着林初一，又看看林永峰。什么木姨娘？哪个木姨娘？木姨娘是谁？姨娘？那不是小妾吗？哎妈，有小妾了？林少泽的脸色立马就变了，难怪他姐不喜欢他爹，原来真的是有原因的。林永峰忽然一股寒意从背后升起，他其实也挺茫然的。什么木姨娘？初一呀，你爹才刚回来，这怎么还蹦出个木姨娘啊？就是我爹的副驾，女的，姓穆，长得还行。昨个遇到的，他想杀我来着，被我顺手给打残了。打残了？你是有多顺手啊？想杀你？方兰目光一凛，直直地看向林永峰。他就说闺女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要送他剑，原来还有这事儿。林永峰被自家妻子看得头皮直发麻。哎呀，那是误会，穆坚是将他们当土匪了。说起来这事儿他还没来得及细问，既然涉及到了他闺女，那就不能轻易的接过了。穆坚？所以是真的有这么个人呢？马老太的脸一下子就拉了下来，什么副不副将的，他跟方兰想到一块儿去了。他就是天王老子，也不能对他们家初一下手啊。神呐！哼，我倒要看看什么样的副将能对一个小孩子下手，这样的人竟然还能提拔他当副将，你脑子是被狗舔了吗？大黄默默地看林永峰一眼，不舔，脏。初一，一会儿吃了饭，将你那把剑给娘。好的呢，娘。饭桌上气氛不明，林家宝一个出溜下了凳子。我吃饱了，先出去了。陈氏动作迅速地将碗里的鸡汤喝完，拽着正往嘴里塞饼子的林永平也下了桌。我也吃饱了，娘，大哥二哥，你们慢用。四叔，我有个字不认识，你给我讲一下吧。林永新微笑点头，赶快走。刚刚还满满的一桌子，瞬间就剩下了一脸阴沉的马老太以及林初一家4口。京城穆家你可还记得？方兰也放下筷子，微点了点头。穆家世代皆是忠良，前些年一场征战，穆家军全军覆没，如今穆家就剩穆坚这么一个后人。当初我还是个副将的时候，他就在军营待着，不过朝廷只给了他一个副将的身份，手下并没有多少人。原来是相处的时间长了才有的感情。林永峰觉得自家这俩孩子呀，是不是对他有什么误会？没那回事儿，爹只爱你娘一个人，现在没有妾室，以后也不会有。哼，男人有了本事就变坏，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。这是谁教你的歪理？爹发誓，只有你们娘一人，此生绝不纳妾，若违此事，天打雷劈。这样总行了吧？林永峰那叫一个郁闷，当初娶媳妇儿都没这么费劲的。这俩孩子真是亲生的吗？那就先这样吧，只要不惹他娘生气，不给他生一堆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，一切都有的商量。老太太若有所思地瞅了自家二儿子一眼。天打雷劈呀！别怪娘不提醒你，既然已经发了誓，那可得守住了。万一哪天不小心犯了错，就算老天爷饶了你，你闺女啊，估计也能给你补上。一顿饭热闹的开始，凄凉的结束。林永茂在院中观察了一会儿，见林初一不在，这才赶上前。永峰啊，大哥。林永茂本来是想跟他唠唠嗑，最近家里发生的事儿，不过刚开了个头，就从厨房里传出马老太的一声重咳。林永茂一个机灵，瞬间止住了话头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没什么事儿。大哥，家里到底怎么了？难道真出了事儿？怎么感觉家里所有人都怪怪的？林永茂心中的血泪流成了一条河，却只拍了拍林永峰的肩膀，附上一句忠告：二弟，在家里说话要注意这些，咱爹他时不时的就会回来看看。大哥，你在说什么？放心，你会明白的。说完这句话，林永茂便回了屋，背影万分的凄凉。等一切收拾完，新的问题又来了。俗话说男女7岁不同席，更别说是同炕了。本来娘仨睡得好好的，
爹突然回来了，咋办呀？家里也没有多余的屋子呀。不是说军队在山脚安营扎寨了吗？没扎你的。老婆孩子热炕头，他要是回去睡营帐，将士们该怎么看他？咱家穷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不是让人半年就带回来100两银子吗？怎么没盖新房了？100两？100两，娘每次拿到的只有10两。话说，爹你当上将军，家里可是一个人都不知道呢。看样子，你最近是不能在家住了。趁着将士们还没睡，请吧。马老太一直在院子里竖着耳朵听，听到100两变10两，想明白怎么回事后，悄声地走到院门前，将院子的大门也给打开了。得了，大儿子在家当别人家的孝子，二儿子在外当别人家的糊涂蛋，真是齐活了。林永峰心中一凛，军营里有人搞鬼，隐瞒了他在军中的事情，还拦下了他托人带回来的线和银子。什么人如此大胆？又是什么人有这个本事插手他的事情？目的是什么？这件事我会尽快调查清楚，给你们娘仨一个交代。林初一站在门旁不语，和林少泽一起去看方兰。只要他娘一声令下，他俩就立马将他爹给请出去。我相信你。林永峰到底还是睡在了家里，是和林永新一起睡的。林永新觉得是时候该找个媳妇儿了，不然谁都想跟他睡一下。